很多人都说，就是这个行业是一个亡魂行业，就说可能是没有什么前景。不过我们看，电线电缆是每个人都要用的，说怎样把它现代化。说在管理层方面，我们很多都是来自电子业，来自其他的领域。所以很多这个高科技行业的人才在涌进你们的公司。对。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拷问的是全能科技集团，这是一家专业制造和销售电缆的公司。那么它主要生产这个所谓的高安全性、优质的低压电力电缆，还有控制和仪表电缆，以及太阳能直流电缆。那么从2009年以来呢，全能科技以著名的 MasterTech 这样子的一个商标，对市场供应各种各样的电缆。此外呢，公司为了满足不同的这个终端用户的需求，也开始贸易与分销中压电力电缆还有光纤电缆。那其实说到他们的这些业务之余呢，我们也看到说全能科技集团在今年的1月29号计划要上市，成为新的一家上市的电线电缆制造公司。那么在这个非常竞争激烈的这个行业当中呢，其实全能集团将会采取什么样子的策略来找到突破口？集团有什么样子的魅力能够吸引投资者来购买他们的股票呢？他所发行的15810万的新股是否能够受到投资者的青睐？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来知道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就邀请到了全能科技集团的，也就是 MasterTech 的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员郑国华郑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你，郑大哥。谢谢邀请我参加你们的节目。那今天其实第一道问题呢，就想要向您请教，就是其实马来西亚已经有很多家的这一个跟你们的同行啊，就是电缆的制造公司上市。那么有一些公司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他们已经是经营的蛮久了。那其实考虑到竞争激烈的这个环境，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你们公司在这个市场的优势是什么？电线电缆在马来西亚应该有50多年的历史。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外企企业，像来自日本、台湾跟英国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在市场上都有50年了，他们的管理方式都是50年前的方式，设备也是50年前的设备。全能电缆我们MasterTech是成立于2005年，就是06年开始生产，到目前其实7、8年。我们优点就是说，因为我们起步会比较慢，在这5年、6、7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一次扩创。我们的扩创方面，我们会用到跟其他的不一样，我们会很多最新的设备在我们厂里面，我们用最效率的生产方式，跟其他厂家有点不一样，变成说我们可以用最少的人员生产最大的最多的产品。我们的是 product mix 很多应该是如果讲是产品的模式，应该是有整百种几千种。因为低压方面，我们低压会有不一样的，有像刚才介绍的，我们会有能力电线电缆、跟空燃跟 instrumentation cable， 每一个空燃每个设计都会有不一样，因为用在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强项。目前在马来西亚没有几家是能够做这么全面的产品啊。虽然我们有60、70家电线电缆厂，应该是4、5家有这个能力做这些设备，这些产品。了解。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们现在有一个跟别的公司不一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啊。对。所以所谓这个管理的方式，是对于人员的管理呢，还是对于科技研发的管理？双方面。以人员方面，因为我们是像我本身跟我们的大多拉，我们都不是在电线这行业出身的，所以我们的管理方式会有一点不一样，不会跟那些传统的电线电缆管理方式，因为我们管理层也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OK， 因为电线电缆因为是一个比较，之前讲很多人都说，就是这个行业是一个亡魂行业，亡魂，就说可能是没有什么前景。不过我们看电线电缆是每个人都要用的，怎样把它现代化。
所以在管理层方面，我们很多都是来自电子业，来自其他的领域。所以很多这个高科技行业的人才在涌进你们的公司。对，所以其实要如何管理这个高科技的人才，对他们其实要更加的责任制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管理的诀窍你可以分享 ？OK， 这些高科技的人，就像来自电子厂的，他们要发挥的空间。要给他足够自由的空间，足够自由的空间，要给他一个平台。像我发觉到，我们也有请一些在电线电缆这个行业的旧员工，他们可能在这个行业就30-40年，他们接触的方面是可能会比较注重从一个地方而已。很传统是说做一个 process， 做一个项目就是就是一，他们不大会会去开发到怎样去扩产他们自己的能力啊，还是怎样把东西做得更加好。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人训练成为是之前嘛，日本人的做法就是把人当作机器嘛，就是用人当作机器来生产。不过因为电子不一样，电子的变化很多，所以在我们的工厂里面的管理方面，管理层也不一样，变成我们有这种混合的管理层，有一些是来自电线电缆的管理层，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做。我们有一些来自电子业，来自oil and gas。他们的想法又不一样，因为他们能够接受改变，变成我们的公司。如果你看到我们的里程碑，我们从2006年开始生产到今天，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更改，就不断的进步，从一步一步变成可以说是在这17年，我们从一个很小的公司到目前的规模，应该在马来西亚是算一个很不错的规模了。是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你们占整个市场的份额是3.578%嘛？对。那现在这个市场占额已经有成长了吗？今年我们还没有看到马来西亚的还没有相关的数据出来，还没有相关数据出来。Okay. 不过预测在电线展这一块，我们预测说每一年大概还是有10个 billion。说10个亿的销售量，其实是蛮大的，是很大的市场。没错，其实你们也跟国内最大的电力公司，也就是 TMB， 对签署了这个合约。那其实这个金额是1200万令吉，我们看到资料。那么相较之下呢，其实你们的竞争对手南方电缆，他们获得了马币2.94亿令吉的这个电缆的合约啊。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压力之下，其实你觉得你会这样子带领公司来突围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在电力机像 DMB， 像我们的公司，我们是注重于低压，在低压这一块，像我们的其他的竞争对手，他们会有中压跟低压。中压的其实是它的中压的产品的价值会比较高。OK， 如果以低压这一块，我们是不会输给他们。所以因为目前我们只是拿低压这一块的市场。Okay，其实你就是在这个赛道里面，低压的这个赛道里面，你专心的去经营它。对，那其实全能科技集团，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长期是专注在这个低压的业务嘛。但是最近是决定要进军这个中压电缆的领域哦。那么其实计划今年生产3600吨的中压电缆，其实这个战略的转变，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低压市场它已经没有成长的空间了呢？也不是这么说，因为在一个项目，低压是占了应该是说在每一个项目里面，低压是占了蛮大的分量。OK， 所以我们把如果以电力电缆这块来说，我们分这3个阶段，就是说第一个是高压，第二是中压，第3就是低压。所以高压呢，在马来西亚我们就分作一个是 transmission 嘛，输电嘛，就是高压。第二的市场就是 distribution 是分布电缆，分布电缆就是包括中压跟低压是在同一块。了解。目前我们只能够生产低压，可是在最近这5年，我们也开始销售中压，我们也面对我们的客户也有这个需求，说为什么你不做中压呢？其实你可以生产中压，因为是要一个配套。
所以不是说低压已经没有市场了，反而是有人有这个需求，市场有这个需求，所以你们就进入这个重压的对，我们也看到也看到在这 MCO 过后，有几家做重压的电厂呢，不是做得这么好，所以变成有这个缺口，是我们这是最好的时机给我们进这个缺口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当你看到市场有需求的时候，其实因为公司长期是在做的是低压的这个业务嘛，那当你看到有中压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需求的时候，你需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内部的沟通，或者是统筹，然后说服公司的员工说，我们现在要来增长？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员工。就是像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员工是有一些是不是电线电缆行业的人，有一些是电线电缆。这些电缆的员工之前的公司，他们都是在管理中压跟低压的。所以其实是没问题，所以他们都是相对有经验，他们相对都有经验的。OK， 我们技术人员跟生产部的都是在中压这一块都是有经验的。你也很有眼光啊，就是聘请人员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么长远。对，因为我们要看远一点。其实我相信肯定是有长远的眼光，所以才会计划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要上市啊。那其实这几年这个市场波动，其实导致很多这个原材料的上涨。那这样会不会对于公司的利润会多少带来一些冲击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些大众产品就是像锂铜它波动是蛮大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货币的，就马币也是非常弱。在我们的管理方面，我们的 business model 有一点可能跟其他的公司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做订单，就是说每一天我会报价给我客户。跟着当天的铜价跟锂价的价钱，还有就是美金汇率，所以每一次每个订单都会有更改的。所以价钱我们可以把这风险我们就其实是很公开跟我们的客户。所以客户有机会，他们也是会看，他们选择要用什么铜价、什么锂价、什么货币。获利来决定。了解，其实很多时候市场或者是客户他们决定要不要用你的服务的时候，也不一定只是看价格嘛，然后他们也是要看你其实能够为他们带来怎么样的价值。对，所以在价值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OK， 就是你能够为客户带来怎么样子更多的附加价值？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说，以前在做电线电缆这个行业，很多时候都是在生产方面。每个人都很喜欢做我们所谓的mass production， 做一个比较长，因为电线缆是长度嘛，我们不能够说100米加100米等于200米。如果我有2个100米的电线电缆在我的厂里面，我只是有2个100米，不能够连在一起。可是客户方面，很多时候现在客户都不要买多，他们会看到他们项目需要几长的电线。我们能够是说，你要200米，我就做200米给你；你要300米，我做300米给你。对这方面，对我们给他们一个 extra 的一个增值的服务。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目前把整个生产的周期弄短了。OK， 就是在1个月里面，我们能够在1个月周期里面能够出货给客户。所以就是提供更优惠的产品，以及在这个周期上面，就是交货的这个时间更加快速。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顾客啊。其实我觉得在2022年，你们除了这个成功对接了好几家电力公司之外，你们的利润也是相当的亮眼的啊。公司的利润达到了5.39% 的这个水平。那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你们预计2023年的利润是将要达到 9.88% 哦。那其实这个是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你自己觉得这个表现亮眼吗？这个表现是目前应该如果你看这个报表，在这些上市公司，我们应该是跑得最好的。这也是归功于我们用的我们这2年的产品，就是说在product mix 方面，说是有在做电线电缆，因为LV 嘛，低压它的产品太多了，所以有一些是会有比较好的利润，有一些是比较低的利润。所以我们就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在
2022年，就其实是在 MCO 的时候，MCO 2019的时候，很多之前都是跑铜，应该我们知道说电线杆都是跑铜线嘛，是以铜为主。可是在MCO 的时候，因为铜价很低，很多人都是有参加那些竞标啊，拿了项目。可是在要交工程的时候，铜价上得太快，也上了8000多，所以变成成本就翻倍了。所以我们就有提供我们的客户一个代替品，就是用锂线。锂线方面就是会给我们带来更加高的利润，可是因为最大的原因，因为锂线是很便宜，锂线便宜，成本会比较低，of course 它也会带来更加高的利润会比较高。了解，因为生产工艺也不一样。那想要了解一下2024年，因为今年也是你们公司的这个正式上市的这一年嘛，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的投资者先来预估一下，或者是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你们预计2024年你们的成长、利润的成长到底会是怎么样子的？2023年跟2024年，我们可能会比2023年好一点。所以24年会比2023年会好一点。因为我们目前厂房也是有一个限制，变成我们的可能说在利润可能会加一点，不会加到太大。当2025年、2026年，当我们中亚厂上的时候利润就是另外一个阶段了。了解，其实你们的利润的增长非常的快，非常的多。那会不会有人就会质疑说，是不是为了要上市啊，所以拿出一个比较漂亮的成绩单啊？有人这样问吗？当然有人会问。OK， 可是因为你看电线电缆这个产品价值很高，我客户也不会买来囤货。OK， 我们也这个成品太高也很容易给人家偷。对，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客户要我们才出货，他们只是要用到我们才出给他。OK， 变成其实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了解。好，其实全能科技集团呢，是否能够充分利用国家的这个能源转型的路线，所带来的这个机遇呢，抓住这个发展的方向？其实我相信这个也是大家蛮关心的一个议题哦。对。那其实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清洁能源或者是再生能源的部分嘛，那其实你们是否也会为这个国家能源的转型来做一些布局呢？这是肯定了。因为在这个计划的时候，再生能源跟那个其实再生能源有分这两块，在马来西亚目前走的比较火的。第一个就是太阳能，第二个就是 mini hydro。这个转型也造成说发电的变成是以前是 centralized 嘛。就是说是 big hydro plant 还是 coal plant 是用煤炭的什么？不过目前因为这个小的变成对低压跟中压的需求量增加了很多。对，所以mini hydro 也会增加了很多。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是一个很好的行业。因为每个电线你生产电呢，你要输出你的电呢，所以要输电就是要用电缆。对，是，所以其实这个能源的转型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意大利好嘛？一个大利好，对，是。那其实现在要上市了，我相信有很多的 compliance 啊，你们要去符合，包括现在 ESG 也是大家很常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可不可以了解一下贵公司为了 ESG 这个 compliance， 你们现在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准备？我们一向来都是会一向来都有注重这 ESG。虽然说在我们客户没有要求这个之前没有要求这个 ESG， 你们就已经开始做了，我们就已经开始了。OK， 像我们公司也是ISO 14前认证，就是说环境保护环境管理的认证，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些废品这些都已经开始有管理了。当然说进一步我们也是会装一些rooftop solar 在我们厂那边。可能在今年里面我们会开始装，已经在执行。在人工方面，我们也尽量把人工分配的好，男女方面种族方面的都分配的蛮平均啊。了解，有没有计划要做一些慈善的活动的，或者是回馈社会的一些规划？也有。对，这些都在规划里面嘛。对，其实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这个？你刚才所提到ISO 的这些认证啊，当初是怎么样子？因为其实
也是这1-2年大家讨论比较多。那你是怎么样子有这样的远见，要去做这些认证呢？像刚才有跟你说，这些环境的管理，因为我们很多管理层都是从电子行业出来的，电子行业对于环境的要求10多年前就开始了。所以当然说其他企业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所以我们都是从电子行业出来的，我本身也是从电子行业出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个环境管理的要求也是蛮大，所以已经了解说会走上这趋势啊。其实不是说走上这趋势，也这些环境管理也会帮助到企业，我们的增加我们生产力，增加减低我们的成本。因为你管得好，你的废料就少嘛。了解。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潜在的这些投资朋友，或者是潜在投资你们股票的这些朋友，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吗？就说我们可以看到说，目前马来西亚其实说跟我们大家生活需求量，对于电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不管是EV 卡，还是最基本的说，可能说我们会用电动摩托，所以每个对于电的要求都大。再做一些智能家居那些，这些电都是要用电缆来传输。所以我看到说，能力方面在这几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前景。是。这几年因为国家的这个能源的转型，对你们来说也是一大的利好，所以就希望说投资者可以来多关注你们这家公司。那么也希望你们上市顺利，祝你们成功。谢谢。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全能科技集团的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员郑国华郑先生来到财经拷问接受我们的访问。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jin.my、BFM 的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到各大播客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随时观看财经的影片。我们下次见。